到时候我连孩子都看不见。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温先生，41岁，来自吉林，装修工人；女嘉宾杜女士，38岁，来自山东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您这算是远嫁是吧？对的。山东人嫁到吉林，当时怎么认识的呀？当时是在一个超市认识的，同事关系吗？你老家还是他老家的超市？在我那边。哦，后来就因为这个就嫁到那边去了，是吧？对的，对的。这算远嫁是吧？是的。小片里我看这次来的主要原因是您想带孩子回山东老家，回娘家是吧？是的。您不同意，是这意思吗？是的。为啥要带孩子回老家呢？因为结婚这10几年以来吧，我过得不是特别痛快，吃了很多苦，我有点受不了了，所以我想回趟家，他死活不让我回去，就这样来了。您是想回趟家，还是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我是有点想回家娘家过生活的意思。那这算是夫妻两地分居呢，还是不想过了呢？没不想过，但是我就想分开一段时间，过得太压抑了这几年。哦，那就把这几年的压抑说一说，好不好？从结婚开始啊，老师啊，因为我毕竟是远嫁嘛，我父母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义无反顾、众叛亲离的跟他跑了过来。说你来了，你得对我好吧？是好过2年，有过孩子以后，就没有那么太好了。您指的没有太好是指什么呀？没有关心过我呀。忙啥呢？不关心老婆？我一直在外边打工嘛。等于你们婚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是的。您在家里照顾孩子？前几年他父亲有病，瘫痪在床的，是我跑上跑下买药了、擦身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忙。干嘛去了？挣钱？对呀。他挣了钱了，往家里寄了吗？寄了，我没看到太多。他一年出去打工，大概给家里交多少收入啊？1万多，2万来块。后来他的父亲病情稳定了一些以后，我想出去工作去嘛。刚干了不几天，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要手术，又是我一个人在跑上跑下。这边公公需要照顾，那边孩子需要我来照顾。你说我都快要崩溃了。他在哪儿？在哪儿呢？事情是这样的，这不，我父亲是16年有脑出血的病嘛。我为了给父亲看病，也花了不少钱。17年他就急着要盖房子，我说晚几年，他就死活不同意，不盖房子，甚至说要和我不过那意思。所以吧，我就是答应他的条件，贷款18年把房子盖起来了。盖房之后，今年他又说回老家不回来了。盖房子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是什么呀？当时我盖房的时候，一共借了10多万吧。那你经济压力很大。反正我一般的打工的钱基本上都还完债了，都是。我跟了你10几年了，我盖房子要求过分吗？再说了，国家还有补助给我们，为什么要不盖呢？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把房子盖起来了嘛。现在公公身体怎么样啊？现在公公去年已经去世了。和咱婆婆的身体呢？婆婆身体去年得了腰间盘突出，不能动了。等于公公去世了，婆婆现在又需要您照顾，是这意思吗？是的，我一直脱不开身。孩子多大？孩子12周岁。男孩女孩啊？小姑娘。等于现在您的母亲也需要妻子照顾，是吧？依我的意思就是，他在我们长春那边或者是老家那边找份工作干，不也挺好吗？一方面照顾孩子，另一方面还照顾我母亲。你这么说是不是特别自私啊？你有母亲，我没有父母吗？这么些年我回过几次家？我自私。当时孩子3岁的时候，你怎么跑回家去了呢？怎么跑回家去？你不知道吗？因为什么？老师，您听我说啊，当时我虽然是农村出身，但是我从小没干过农活。他的父母非要逼着我干农活，我不会干，就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行。比方有一次我去地里拔草去了，因为有时候我不认识草和苗是什么东西，我就给拔错了，就说了我一通。那我又气不过，我搁家20多年，我爸我妈从来没打过我骂过我，我为啥要受这个欺负啊？回家想来想去不对劲，我就领着孩子回老家了。回娘家了，然后呢？对的，他听说了以后又找我去了。找我去，我父母因为知道我受了委屈，不让他进门吗？他因为这个有点怨气了。后来我在外边待了1夜之后，找到他亲戚说和嘛，才把他好不容易送回家去。这算一次回娘家？是接回来了，但是这个怨不是这次结下的。那从我们结婚起就已经结下了。结婚的时候我父母根本就不同意，因为这么老远，而且他家里条件又不好。再说如果我受个什么委屈的话，家里没有人撑腰的话，我怎么办？
怕他女儿受委屈，是这么想的。但是，就我父母这么想，我都偷着户口本出来的，老师啊，跟他去领的证，结的婚，就这样，他还是不领情。你说他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对你挺照顾的是吧？刚开始谈的时候还可以，挺好的。婚后呢？孕期的时候对你好吗？说起孕期，我更来气了。孕妇都嘴刁，对吧？有一次我们俩去逛街去，我看到什么柚子了、山竹了，我想吃一点，他不给我买，不买就不买嘛。我就给他回到房间去了。回来以后，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因为孕妇情绪比较波动一些，那我就回我妈家去了，又回娘家了。这是因为在我家离得比较近，我就自己回去了。自己回去以后吧，更来气的是怎么回事呢？他也不找我，他也不打电话，反而是我身体不方便要去找他去了。等于刚结婚的时候，你们还在山东生活是吧？对。是生完孩子之后回的他吉林的老家是吗？说我这个更来气，他当时答应给我把孩子生在我妈家的，已经答应好了，房子都收拾完了。后期他要把我领走，把孩子生到他老家，怎么劝都不听啊，就这样跟我父母吵起来了。这个生在谁老家意味着什么呢？是上谁那儿的户口啊，还是说就在谁那儿生活呀？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吧，孩子生完以后户口可以随便乱打吧。但是他就非要说把孩子生在吉林，不要生在山东，就因为这个，他跟我父母呛上起来了。当时一边是我父母，一边又是他，我两边我都不好过。当时不也是为家考虑吗？父母一定要求是回家嘛。母亲身体不好，我寻思照顾父母，这样孩子搁东北出生嘛。那这样你不是还是很自私的表现吗？你有父母，我的爹妈也需要照顾。你是儿子。我是姑娘，都是一样的。再说你还有个兄弟，我们家我妈是两个姑娘，这些年我从来没回过家过几次。这个现在闺女儿在读书吧？应该哈。是的。那要回山东娘家了，有地方读书吗？有的。哦，这都联系好了。是的。您是铁了心想走是吧？也不说铁了心的，是他有时候他不理解我呀。在公公生病之前，你们俩生活的好吗？不好。有没有在这10几年当中想过离婚呢？就在他的父母骂我或者是损我的时候，他不是站在我身边，反而要我理解他的父母。这个时候你说我背井离乡的跟着你这么多年，我图你什么？我不图你钱，不图你房，我只图你对我好一点，要求不过分吧？那他没有。我怎么对你不好的？一般的家里外边是都是找我吗？不得吗？那是找你了，大事找你了，小事情，孩子上学几年级你知道吗？孩子的家长会你参加过几次你知道吗？我不为了忙挣钱吗？所以说我这次想回山东以后是怎么回事？老师你听我说啊，因为他的母亲身体不好，我脱不开身，一方面要照顾孩子，一方面要照顾他，我根本没有再精力再去找一份工作干了。那您这个回山东老家的话是怎么打算的呢？因为我的父母身体毕竟比他爸妈的身体要好一些，所以也能帮忙照顾一些。孩子毕竟大了，可以住校，我也可以找份工作干，这不两全其美吗？就婆婆那块怎么安排呢？他有个兄弟，这么多年都是我在照顾他，这些年是不是应该出点力了？等于兄弟家这几年从公公生病到婆婆生病都没参与。是的。都是我在忙里忙外。这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咋想这件事儿？他回家嘛，我就怕把孩子放了之后，以后就不跟我过了，或者以后见不着孩子了，你知道不？怎么会见不到孩子？我本来就跟他爸跟他妈有点隔阂嘛，这不。哎，你这10几年娶这个女人后悔过吗？没有。那你给她评价一下怎么样啊？这女人？她挺温柔贤惠，也挺孝顺的。就这个女人娶对了，是吧？嗯，对。但是在你心里觉得这个男人嫁错了，是不是？也不说是完全是错了，但是我很委屈，毕竟我妈不在身边，我只有你一个亲人，我是奔着你来的，我就因为这个我想不开，所以说有时候觉得这个婚我是不是我结对了吗？我来对了吗？我反复在犹豫的。所以就你这个回答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对男人还有就是对这个男人有特别深的感情，对吧？还可以吧。就别不承认嘛。就是这个男人怎么样？你评价一下，好不好？他除了脾气不太好，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就是你也能看到他对这个家的付出，是这意思吧？是的，其实他也不容易。兄弟那边能帮着
照顾老母亲几年吗？我弟弟因为有个人原因不能照顾我家人，弟媳妇儿不方便。对对对。那如果你妻子走了，老母亲怎么办呢？这应该是你考虑的最多的吧？对对对。那咋办呢？所以我一直就劝我媳妇儿在长春嘛。所以现在就冲突和矛盾出来了。我也希望她找份工作干，也许能帮我分担一些精神压力。其实我在外边这些年也是付出不少辛苦。您是这个担心媳妇儿带着闺女回了娘家之后不回来的多一些，还是其实现实生活就让您媳妇儿离不开这个家？我还是担心我母亲身体不太好。你看老师，他是不是还是很特别自私？他一点不为我和孩子着想。所以看这段婚姻的时候，你又觉得无奈，但是你又看到了这个很浓的这种情。这个情来自于说，我跟你过了10几年的苦日子，虽然我有抱怨，但我从没想着离开。甚至在评价自己的先生的时候，一边骂他，真在评价的时候又觉得这是一个本分不错的男人。其实这次我回家的原因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毕竟他跟我父母的关系不太好，我也想趁这机会吧，缓和一下关系。毕竟我是他的女儿，他不可能不见我，我也不可能不见我的父母去，对吧？因为血浓于水，不可能一辈子不见，我是这个意思。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以我的来看啊，都是心地淳朴的人。大哥，我说一下你真正的问题。你真正的问题呢，也不在不怎么会挣钱，不怎么会照顾家里。你真正的问题叫过于自我承担。什么叫过于自我承担？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但凡苦难我都自己受，我不分给别人，就是我能承受的我尽量都自己扛了。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吧？然后呢，我实在扛不住怎么办？我最亲近那个人跟我一块扛，因为那也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你。为什么说你宁可老婆扛也不让弟弟扛，也不让弟媳扛？你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你是老大嘛，是吧？对。现在不是你扛不住，是他扛不住。你不能让人10年如一日，20年如一日，一点阳光灿烂日子都没有。至于小孩以后认不认你，和你亲不亲，是你和小孩之间的事儿。你有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有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这是你的措施。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好的话，任何人都阻挡不开你们的血缘关系。第二个，有些事情是一定要有团队协作。现在比如说像我是独生子女，好，我父母的责任一定是我的责任。你是有团队的，确实是有兄弟的，搭把手也应该的。带个班照顾一段时间。我奶奶生了兄弟几个，最后我奶奶就是躺倒的时候，就是已经神志不清的时候，就是轮流照顾，没有人敢说一句我不行。这是责任嘛？你因为你是弟弟，所以你就应该没有这个责任吗？凭什么呀？你就不是儿子了吗？你就不是儿媳妇了吗？不要把所有的苦都放在自己身上扛，更不要把自己所有的苦交给自己老婆去扛。这对他来说是个太大太大的折磨了。我觉得你让他吃了那么多年苦，抽1、2年的时间来好好疼爱一下老婆，这是你对他应尽的责任，好吧？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严老师，两个人都是很善良、很重情义的人，这个不用赘述，我们都能看到，两个好人。但是为什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的不顺心，这么拧巴？为什么两个善良的人愿意共同支撑这个家庭，甚至大家庭的一对夫妻来这儿满脸愁容？因为你们各自的行为都有问题。我先说说女士，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你身上传统的中国妇女的美德，但是还是要说，纵观你10几年的婚姻经历，你是个非常能干的媳妇儿，非常能干的儿媳妇儿，对吗？你可以独揽家庭所有的对内的责任，照顾公公，不遗余力，抚养孩子，全部一起承担。但是这样的行为就一定是对的吗？不尽然。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责任，包括我们身边近亲的责任，是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界限的。这个清晰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做到线上的时候，才是家庭和睦。如果你一人独揽了所有的责任，你迟早累垮，
迟早抱怨，而别人还不自知。你是一个非左即右的人，不是说现在我累了，我就不管我婆婆了。明知我婆婆一个人需要照料，明知我那个弟弟可能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母亲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意愿，就这么要走了，那留下烂摊子怎么收拾？我们生活真的不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真的是要把每个人的责任捋清楚，每个人应该负的责任交到每个人头上。所以我给女士的建议是，既然这么多年我们都承担了如此重要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时候想要改变一下生活的轨迹，需要时间，需要沟通。先生，我想说的是，你也是个好人啊，但是我们家庭当中真的只是我赚了钱给你们生活就可以过得一团和气吗？真的是我承担了我认为男人应该承担的养家糊口的责任就风平浪静了吗？显然不是啊，我们再不善于言谈，也得去传达情感啊。你刚才担忧让我特别的震惊，说我怕他带着孩子走了，将来孩子不认我。可见你这10几年当中，你除了给钱，你有给过孩子情吗？我倒觉得你是有亏欠的。是，你需要养家，是生活不易，但不易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得有情感的输出和输入啊。这就是你做的不妥当的地方。你把家庭的责任都压给了这个女人，你把自己当老大的那份所谓我就应该扛起全家，你扛得了吗？所以我希望先生你也能够转变思想，我们该承担的责任去承担，该共同努力的去找你的弟弟商量。祝福你们。好，谢谢杨老师。来，曲总，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哈，如果他没有这个弟弟，他们家就他一个人，你一定要走吗？一定要回娘家吗？这个我需要考虑一下。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这次要回去的还有一部分因素是要给他施加压力，让他的弟弟承担应该承担那份责任。有的。如果是这么做的话，我倒建议你可以走。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就是你在承受所有的压力？你觉得不公平，但你忍受了。你觉得委屈走了，但你自己又回来了，对吧？始终因为你觉得你要为他更多的为他的家人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肯定在这么10几年里，他的弟弟没有尽到他应该尽到那成分，你是觉得不公平的。换句话说，你心里的不平衡不是来自于你老公对你的不平衡，而是来自于这个家庭里的分配不平衡，所以你觉得委屈。你总去压一件事情的话，越压越紧，最后崩的会非常厉害。而你的这种纵容，明白吗？你对你的弟是一种纵容，既破坏自己小家，对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作用，同时最终伤害的是谁？你最不想伤害的那个人，你的母亲。对，是时候面对了。10几年都妥协了，妥协至今天你们夫妻走到了这个地步。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啊，既然有这么一个兄弟存在，你可以暂时回去，带着孩子回去。本身其实并不是你们之间的直接问题，就都揽过来了，好不好？好，你去解决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是比你们之间的问题好解决。而恰恰这个解决了，这边好像也就没什么大的问题了，多好啊，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哎，你做什么工作的？建筑。你一个月挣多少钱？7、8千块钱吧。那你一年算下来大概能挣多少钱？6、7万块钱吧。那怎么寄回家才1、2万呢？我剩下钱都还那个欠的钱嘛。你是把钱寄回，还了钱之后还剩1、2万给家里是吧？啊，对。那你每年要还多少钱吗？4万左右块钱。那你过着的日子挺苦的。对。你没有端正自己的角色，你知道吗？别人总得图你点什么的。好事你全干了。我是老大，我什么都扛，我是个孝顺儿子，但照顾父母、承担家庭责任，以及帮你的弟弟来履行那份孝子的责任，全他扛了，好事全让你担了。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不是应该在家受点委屈，跟他家庭搞好关系？人心都是肉长的，付出没有问题，我总得图你点什么。老大你也当了，事儿我全干了，最后我什么没落着，还要受你家庭的责备，是吧？你总得让我图点什么，我嫁你图什么呢？你自己扛得有多累，你很清楚。
做建筑工人一年挣7、8万块钱，自己只留1000块钱每个月吃穿用度，捉襟见肘的，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为什么要剥夺自己的弟弟尽孝心的那份责任？表面上说你是替他扛了，你认为你的弟弟会感激你，你的弟弟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就像你现在认为他替你扛也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到了某一天之后就会变成冷漠。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争取妥协和权衡当中争取最大化的幸福。你可能认为你的争取就是挣钱，妥协就是帮他盖了房子，那你的平衡在哪儿？很多女人都有你同样的问题，就是我做你最爱的人，难道我就是最倒霉的那个人吗？那我为什么要做你最爱的人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是，如果我要做你最爱的人，那我既是最委屈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的委屈是因为我幸福，我因为幸福，所以我才愿意受委屈。有些人说是因为先有了爱才有了理解，但反过来，因为有了理解才产生了爱，也是说得通的。所以你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你就应该清楚，你是不是他最爱的人？甭管他有多么喜欢揽事儿，有多么喜欢冲老大，你是不是他最爱的人？好，那既然你是他最爱的人，那你就是那个最委屈的人，只是现在你感觉不到幸福，他没有做好平衡，对吗？今天你也很直白的诉求了，我知道你是个不错的男人，我知道这些年来无论多么困苦，我始终是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我愿意受委屈，我不是吃不了苦，但请你给我一点关心和幸福，你要的是这个，你明白吗？明白。你明白你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如果你明白的话，你至少应该这么做。第一，就家里的这些个事儿听他的，自己的女人不会往自己向坏道上去引。很多事情虽然说在嘴上，但其实心还是软的。我不相信他内心深处是不愿意帮衬你弟弟的人，不是那种争风吃醋、锱铢必较的人，否则他不会照顾你的父母这么多年。所以你得信任他，把家里的事儿交给他去安排。同时，对于他对你娘家的他娘家的诉求，你应该做出妥协，应该做出付出。明白吗？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平衡。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个逻辑，当我做你最爱的人，我就是要受委屈，但我也能获得幸福的时候，这就是生活。你说呢？好吧，就这样吧。好，谢谢涂老师。谢谢4位老师的这个分析。我们看到了2个淳朴而质朴的好人。老师们说了一句话，叫"生活需要智慧"嘛。希望你能多听进去。真想走，有的老师不是说的挺好的吗？你让他歇一歇，喘口气儿。这里面唯一一个您可能没考虑到的，在这儿，女儿12岁了，在读书，走多长时间为合适？哪个对孩子的发展更有利？您把这事儿想清楚了，好多事情都迎刃而解了。接下来咱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媳妇儿，谢谢你这些年一直照顾咱家，我以后挣很多钱给你。我需要的不是钱，是需要你的关心，是需要你的爱护。你给我了吗？这些年，我只是一个人在家哄着孩子，照顾老人。你什么时候回我家说，哎呀，媳妇儿啊，我爱你，你说过了吗？我没听到过吧？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并不是说我是委屈的，照顾老人谁都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说过关心过我的话，你从来没有这些年。通过这件事以后，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好好的爱你。小波，我爱你。来，我们看看在他们爱的记忆箱当中珍藏了怎样的记忆。
来，请开箱，看看吧。哟，您那应该是膏药吧？是的。那你知道我日前为了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我身体好过吗？哪哪都疼，你知道吗？我和你说过没有？你不知道。关心少了。你那是什么呀？这是我临来之前，我弟弟写的封信，给我媳妇写封信。能看吗？可以的。嫂子，感谢你这12年来一直无微不至的照顾爸妈，特别是爸得脑溢血卧床的这2年，以及妈腰椎间盘突出不能自理的时候，多亏嫂子你精心照顾，帮妈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这些年来，你把爸妈照顾得很好，最后希望你能留在东北和大哥一起照顾母亲。再一次感谢嫂子这么多年来为这个家的付出，小宝。啊，这是弟弟写的啊，你拿着啊。最后就说一段话，我们这是爱的记忆箱，爱是你对他的爱，不是你弟的感谢信，你知道吗？今天咱出来带条件，你要同意让媳妇儿带着闺女儿，哪怕回山东老家过个暑假，给她放个假休息休息，你就出来。你要连这个条件都不同意，你也别出来了。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啊！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内容。我们来看看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同意了啊！哎，这就对了。来，站中间。将爱一点都说出来，哦哦哦哦，快乐涌上来，哦哦。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能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拥有一个专属天使。来，我哪里还需要礼物送给你。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暂时不回去，但是你得给我一个时间段。行吧，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好嫂子给我们上了一课啊！谢谢2位，请回。